中国的重新崛起，明显的动摇到美国霸权。邓小平多次讲改革开放，如果摸着石头过河。1840年代之后，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和平发展都非常混乱，内忧外患不断。三头马车，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1976年推翻人邦之后，三个人后来就在1980年以后成了一个领导的一个国旗，推动这改革开放。国历史上第一次统治的力量贯彻到农村的最底层，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大陆改革开放冲击今天的两岸关系。共产党建党100年的习近平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造就今天中国崛起根源，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改革开放呢，是造就今天中国崛起，或者说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样的一个根源啊，也就是国力上的全面增长。而这个背后呢，当然啊，很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当中所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啊。但是这个现代化的推进呢，本来就是非常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改革啊，大多数都是失败的。那也有人改革成功了，但依然被清算了。然而在当代中国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改革的灵魂人物呢，就是邓小平。它是没有被清算，而且它的成果似乎是延续到今天。那究竟这个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呢？尤其是最近啊，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呢，对于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有很大的这种反弹的情绪。那这个反弹的情绪，其实就其根源啊，还是跟中国大陆的整个经济的壮大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那我最近就在翻一些旧文啊，那我就想到这一篇文章啊，习近平的正左金右能否顺利杀出血路？这个是2014年那时候习近平上台没有很久，他当时号称在打贪嘛，当时全世界都看着中国大陆在做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改革哦。那落马的当然啊，什么国资委啊、石油帮啊、华润啊等等，那最大只的老虎莫过于周永康大老虎啊。这个文章写的时候还没有收网啊，就不过却让大家很震惊啊。那当然了啊，为什么说正左金右呢？因为在比如说言论自由啊，或者是所谓维权人士啊、公知啊等等啊，很大程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不过我今天我们没有要讨论习近平怎么去实行这个，我倒是好奇的是啊，习近平这个正左金右这个说法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了解正左金右，政治向左，经济向右，这个说法其实是更前面啊。邓小平时代的一个说法嘛，也就是如何的来推行这个改革开放啊。台湾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些态度也很有意思的哈，尤其这个去年啊，我看到《自由时报》这个算社论啊，他讲到共同富裕变共同双输啊，也就是说当时呢，中国总书记习近平他提到现代化啊，要共同富裕啊。那大家还了解改革开放的时候啊，不是讲共同富裕啊，是讲小康社会啊。从这个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这一段，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好好聊一下，到底邓小平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础，然后来完成这个。尽管我知道从台湾今天的角度啊，很多人的解读可能会因为政治的敏感性啊，很难去公允的评价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那事实上，两岸都会出现这个状况，因为政治本来就影响评论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像我们要回到了到底邓小平带给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让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中国大陆确实在整个方面崛起的这个确实是声威赫赫啊，已经明显的动摇到美国不可一世的霸权了，所以才有中美之争嘛就20世纪结束21世纪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当口，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国的再崛起，中国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要角，中国以非常高的速度在成长，这样的一个情况，必然是未来的历史学家所记载20世纪结束到21世纪开头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大事。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在1979年之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的开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我们这次介绍一下说改革开放在初期的时候到底遇到过哪些问题，还有提出过哪些方案，有过哪些方针然后如何带领中国向前进。这个邓小平先生他多次自己讲过，他的改革开放是一句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可见在这之前，中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长期安定为国家进行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模板可以模仿，基本没有我们实际想一下，历史就是这样：1840年代之后，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要说是30年、40年的和平，想要取得10年的和平发展都非常困难，因为内忧外患不断那在1979年之后，所谓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上来，领导核心开始巩固之后。要如何在营造一个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把中国的经济稳健的带上去，
这是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急迫性，当时台湾的国民所得已经到$2000，韩国当时有$1300，可是1980年当时中国大陆国民所得还不到$200，你就可以知道当时中国大陆虽然说它在毛时代完成了许多重工业跟这个交通啦各方面的基础，但是国民的所得还是非常低，老百姓还是非常的穷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国社会必然要往更高的一个程度上去争取，那就必须要打开自己的门户，跟全世界，尤其跟西方、日本，甚至于其他所有的欧美国家，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一个管道，能够吸引他们来中国投资，能够把新的技术跟新的观念也带到中国来。所以改革开放不光只是经济改革，大家都好像都把重点放在经济改革，事实上改革开放是一场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一场非常重大的变革，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场变法。讲到变法呢，我特别把几个人罗列一下。为什么罗列这几个人呢？周公旦郑国的子产。那关于这个改革开放，当然要先组成班底啦哈。那第一个班底呢，就三头马车哈。徐老师是不是稍微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三头马车？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其实这三个除了邓小平之外，台湾人一般算比较陌生啊。好，邓小平、胡耀邦跟赵紫阳这三个人，最早的时候是香港的媒体开始称他们叫三头马车对，我们知道后来胡耀邦也担任过国家主席嘛，然后赵紫阳也担任过国家主席，他们三个人可以说是贯穿整个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三个人。他们三个人，邓小平不用讲，他在解放战争时代的地位就相当高了，他当时就是所谓的刘邓大军里面的政委。可是另外两位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大概基本上就担任参谋幕僚这样的一个职务后来等到1950年代末期刘少奇当政时期，因为他拔擢了邓小平，那邓小平跟刘少奇一起合作在修正毛路线时代，那胡耀邦跟赵紫阳也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在这个刘邓集团里面这个负责做许许多多这些工作不论是党务的工作、基层的建设工作、社会工作等等很长一段时间，胡耀邦还担任邓小平的秘书，甚至一直到1976年推翻这个四人帮之后，他都还是邓小平最亲信、最信任的一位秘书所以他们三个人后来就在这个1980年代之后，就逐渐形成了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就在中国大陆推动这一场很重要的这改革开放我们可以说邓胡赵的时代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可以这样讲也就是中国看起来呢，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崭新的时代，勃勃生机、万物锦发的时代但是当然也很混乱为什么会很混乱？因为有机会就有投机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状况嘛。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就把今天我们所谈的做一点整理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从后毛泽东时代之后，邓小平为首的所谓三驾马车，对于整个改革开放它的推进，它是有很多非常精细的操作的，而且不是停留在口号式的停留在上层式的，而是它是从底层开始做起。当然也必须说，它能够这么样的充分去调动农村的力量，也得益于毛泽东时代把整个统治第一次，我必须说，毛泽东时代真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统治的力量，把中央政府的力量第一次贯彻到农村的最底层，每一个村都有村委书记嘛。但是毛泽东时代因为受困于这个内交外困各种条件嘛，所以没办法全部专注在这个经济发展上。那邓小平厉害的地方是，他把毛时代过到邓时代当中呢，不仅是提出理论，还有把它贯彻，还有一个决心然后还有步骤。所以叫摸着石头过河嘛，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嘛。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个部分。所以整体来说我认为这个改革是非常成功，至少讲到万元户这里已经是非常成功，但后面是更成功了那很大程度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那也促成了今日中国的一个崛起了但这里也要提一个事情，这改革的幅度很大人家说迈开步子迈大了会扯淡对吧但是没有扯淡，这是怎么厉害呢？我想他就是事实上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是有很谨慎小心去推展，比如说先试点然后一步一步推展开来。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先行村他先试点，用这样的方式那逐步的把中国的社会力量给释放出来。而这一释放出来的话，确实是非常的巨大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说危机也在加深之中了比如说贪污腐败犯罪这个比如说之前讲的不是什么铁链女事件等等，到一段时间确实这种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层出不穷，非常猖獗，非常多。对那还有什么？就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一开始只是万元户，很快就10万元、100万元、1000万元、1亿元，很快的就出现了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污染的问题
也环境也付出了一定程度的代价了啊。所以今天中国很提倡绿化嘛，这几年还获得联合国的奖项，再像这个西北地区毛乌素沙漠等等的，也是一定程度的要把过去因为经济发展所牺牲的部分把它补回去嘛。对，没错。另外呢，这个社会的动荡也是显著的，新兴的阶级的产生啊，也造成了社会呢在整体国家命运的认知上面出现了很大的不一样嘛。尤其呢在一党专政之外的新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那就产生了一个社会上比较高强度的冲突，那就是后来的所谓的896天安门事件嘛。他在这边也一定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有人说896天安门事件是外国人煽动的啦，颜色革命啊等等的，这有各方的说法。但在我自己的观察，它一定程度还是反映的改革开放以来，它不可能一帆风顺啊，一定会有一些力量是在你政府管纳不到之外，然后它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了。那最后呢，另外是刚才徐老有提到了，中国跟世界重新的连结，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那这点很重要，中国每一次崛起都必须跟世界充分连结你看从汉朝、唐朝对不对？到了明朝其实宋朝也跟世界连结的非常广泛。宋朝是个强大的朝代，只是宋明都是对宋明都是这样嘛。那清朝一度强大，但是当清朝开始闭关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看似强大，但实质上就没那么强大了嘛。在撞上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就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嘛。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观念啊，这边来最后请教一下学长，就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中国会像苏联一样，或者像其他共产国家一样走向崩溃吗？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如果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话，那中国这种社会基层的贫困落后的情况可能就没有办法真正改善那邓小平也等于是抓住了这个机遇抓住了美苏冷战时期美国要联中制苏嘛，再加上当时西方的跟日本的资本也看好中国大陆庞大而且素质高的人力。各位你不要小看中国大陆，因为从毛时代开始贯彻基层教育，所以当时中国大陆文盲的比例已经相当低，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跟印度啦、印尼啦这些国家来比，中国大陆文盲的比例很低，所以当时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被认为是高素质，所以这也是当时美国跟西方还有日本所愿意去这个打开中国市场去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话，这个条件即使具备，也不可能充分利用起来。所以综合来看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契机。那邓小平当年的决定跟当年所使用的一些方向，是我们事后来看大致上也都是正确的。对这刚才徐老提到很关键嘛，高识字率不代表可以摆脱贫困提供大家一个索引两个国家，一个叫做伊朗，一个叫做突尼斯他们的识字率就极高但伊朗受困于外交问题嘛，被美国给封锁嘛。那突尼斯呢，它也是受困于当地的地缘政治的问题所以他们再加上国家也比较小，它那么高的识字率却产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第一枪打在那边，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尤其大学生没东西去没工作做，很严重，失业率极高甚至有人估计说，这个突尼斯的大学生失业率搞不好50%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知识分子没有出路这个国家就会非常危险。对，任何一个朝代都是这样。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不容易，还有邓小平在这上面很巨大的贡献所以呢，这也是当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时候，习近平呢很庄严的宣告了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管台湾人同不同意，或世界媒体怎么同意但就我们学一个历史来观察呢，确实中国共产党不管哪一代的领导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使命在往前推进他们想要做的一个目标。那有没有达成？我认为是有达成那可是未来怎么样从先富到后富到均富，这个确实是更巨大的挑战那也留给大家再去做多一点思考